得罪中俄的后果，北约承受不住，高官示好中国，制定对俄军事计划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振宇在线。北约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军事组织，但是在面对中俄这两个大国的时候呢，也必须得小心翼翼。这不是吗？最近北约也学会了中国的兵法韬略，在对待中俄的时候呢，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。一直以来，俄罗斯都被北约看成是最直接的威胁，而中国在很多北约成员国的眼中呢，不但不是敌人，反倒还是朋友。这一点在匈牙利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。但由于美英等国家呢是北约的话事人，因此呢，在对华态度问题上，北约又不得不紧紧地跟随着白宫的决策。中国和俄罗斯无论是哪一个呢，对北约来说都是不好对付的存在，更不用说是同时得罪两个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大国了。于是呢，北约就开始使用中国兵法当中的远交近攻，在率先解决俄罗斯的同时呢，对中国发出友好信号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伯·鲍尔最近的表示，日前北约方面正在制定针对俄罗斯和恐怖组织军事计划。同时呢，他还表示，中国并不是北约的威胁，而是挑战。显然，在北约军事委员会的计划当中，俄罗斯已经上升到和恐怖组织一样的威胁程度了。而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计划，很有可能是在为乌克兰失败做准备。要知道，俄乌冲突已经打了1年多了，泽连斯基的反攻到底能不能取得成效，谁都不敢保证。因此呢，为了达到削弱甚至是瓦解俄罗斯的目的，北约有必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，在泽连斯基遭遇失败之后，去继续消耗俄罗斯的力量。显然说，北约成员国众多，军事实力十分强悍，但俄罗斯也不是可以随便拿捏的。单凭其手中的数千枚核弹，就足够让西方国家鸡蛋3分。如果这时候再跟中国闹僵，后果呢，北约可能承受不住。于是呢，北约的军事领袖就开始示好中国，公开承认了中国并不是北约的敌人，只是潜在的挑战而已。在分析人士看来，这是典型的远交近攻的战术，在对付其他国家的时候可能会奏效，但用它来对付中国，西方国家还真是想太多了。合纵连横这种策略，中国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灵活运用了，压根儿就不会上当。事实上，在美国的领导下，北约对亚太地区的事务插手越来越深，跟韩国、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的合作呢也日益密切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北约军事领导人嘴上说着不把中国当敌人，背地里呢却一直都在做着针对中国的勾当。单凭这一点就足够戳穿他们的谎言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分享精彩的评论。